他有钱还不是因为有个有钱的爹？比我来的晚，升职这么快，肯定有关系。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听到类似的声音，我们也容易被这些声音塑造思维定式。一个人说的话会影响他的思维方式，思维方式又会影响他的行为习惯。反过来也是一样，看到一个人有钱，就觉得他有个有钱的爹或者干爹；看到别人升职快，就觉得他有背景，走了后门。我不清楚这种判断对不对啊，但至少我知道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偏见。我们很容易用主观思维来给客观事物定性，而人和人的差距也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5个影响至深的错误思维。这5个坑星和可都踩过，相信也是阻碍大多数小伙伴成长的原罪。1. 质疑，不断强化思维偏见，质疑一切美好。王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对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非要往最下三滥的地方想才安心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所有的预想都正确，才能为自己总是冷遭遇、不成功、生活在底层找到合理开脱。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思维偏见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第一反应总是质疑，我就知道这不行，你努力也没用，他考得好就是狗屎运。所有美好的事物在他们眼里不具有合理性。有个大学生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复习都是偷偷摸摸，被同学看到了都会说是去打游戏或者打球。一个朋友就问他，为什么非要掩饰自己的努力呢？他说自己的室友总是鄙视别人的努力，质疑别人的成功。如果实话实说，担心会被排挤，质疑不会给自己带来实质性的好处，但能把别人努力的成果变得卑微不堪。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是我们选择看到的样子，有些人相信阴暗就看到了阴暗，有些人相信美好就看到了美好，而这些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决策、行为和结果。当然了，咱们肯定是看到了不好的一面才会有负面的判断，但个例不代表整体，看整体是概率和事实，拿个例说事儿就是思维偏见了。2012年，人民日报副总编卢西宁回母校北大做了一个演讲，他说，我唯一害怕的是你们已经不再相信，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，不相信雪场有别于官场，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，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，放下质疑的思维偏见，跳出单一视角的怪圈。有一点我从不质疑，那就是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遇见什么。2. 抬杠，凡事只挑毛病，满身戾气，针对互喷。网络中最常见的就是喷子，他们过分自信，一副没人比我更懂的姿态，怼天怼地怼空气。有时候即便是一些客观事实，他们也能找一些奇葩的理由来反驳。之前有个平台发布了一篇文章，介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张守胜发现了手姓马约拉纳非迷子，很多人就在文章下面狂喷，国家培养了你，你去跪舔外国人等等。而对于这项物理学发现，一个关注的都没有。然后杨振宁认为张守胜的成果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，无脑喷又来了，在下面评论杨振宁迎娶翁帆的旧事，也顺带扒出杨振宁当年学成没有回国的事儿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讲，抬杠是社会比较的途径之一，是一种被肯定的情感需求，特别是抬杠赢了的时候，他们会非常爽，非常自信。还有谁？就像站在了世界之巅，殊不知是站在了愚昧之巅。这种过分自信、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心态叫做达克效应，就是咱们学习一种新技能时要经历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所以往往自信心爆棚。第2阶段越学越难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自信心大幅下降。第3阶段积累了知识和经验，知道自己知道，自信心逐渐回升。第4阶段是达到了一定境界，不知道自己知道，看淡了。抬杠的人大多是处在愚昧之巅，对于一个专业领域，往往只看到了冰山一角，看不到也理解不了海面下的部分，所以他们敢跟赛车手说你的车技不行，敢跟火箭专家说你的火箭得烧煤。内行要是跟外行辩论，那就外行了。换句话说，赛车手和火箭专家都不会拿正眼看他们一下。遇到杠精，千万别硬刚，咱们就接受自己的无知，保持对未知的敬畏，持续扩充自己的已知，才是甩开他们的最好办法。3. 浅薄，只接受低幼信息，获取即时满足，拒绝深度思考。不难发现，我们的视野已经被综艺、泡沫剧、娱乐圈八卦、搞笑短视频、低幼化游戏占据了。可笑的是，为了防止大家沉迷，这些低幼信息还会弹出青少年模式的善意提醒。仔细想想啊，这些东西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我们也没有什么价值。明星八卦，经纪公司想方设法造话题上头条，微博热搜给够营销团队 W 说上就上，短视频也是五花八门，各种博眼球。如果只是对即时满足上瘾，占用一部分时间，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很严重。更严重的是，它会让我们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。丹尼尔·卡尼曼在《思考快与慢》这本书中提到，我们的思维有2套系统构成，快思维和慢思维。快思维是无意识的，不费脑力，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，比如1+1等于几，这种问题都不用思考。慢思维是需要耗费脑力的工作，得调用自己的知识储备，有序的进行。比如17乘以24等于几，就得一步一步算了。谁要是还能快速答上来，请打在公屏上，让我膜拜一下。系统2慢思维一般是待机状态，只有系统1快思维遇到麻烦的时候，它才会出面解决问题。
我们在被动接受低幼信息的时候是不调用慢思维的，久而久之，它会变得懒惰和迟钝。另外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做了一项研究，他们找了1万多名儿童进行测试，结果显示，每天看屏幕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，在思维和语言测试中得分较低，而且他们的大脑皮层出现了物理变化，过早的变薄了。所以消遣可以，但别沉迷，少看怡情，多看伤脑。比起立等可取的短暂快乐，做个长期主义者，没准是更好的选择。4. 固化，过度依赖思维定式，封闭学习通道，不求突破。我们常说阻碍你成长的往往是你最擅长的，我倒觉得做擅长的事情没有问题。你让一个长跑运动员去举重，那也不合适。真正有问题的是固化。有个出色的高尔夫球手叫加西亚，曾凭借精湛的技术风靡整个高尔夫球界。但当他表现下降时，他开除了一个又一个球童，把所有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。有一次甚至怪自己的鞋子太滑了。另外一个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，有次他也觉得场面的干扰影响了自己的发挥，于是他就请父亲刻意训练自己，每次挥杆的时候都制造一些噪音，以此来提高自己克服干扰的能力。结果是我们都认识老虎伍兹，却没人听过什么加西亚。要说两人的差距来自于对问题的处理方式，不如说是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。终身成长一书中也提到了2套思维模式，一种是固定思维，一种是成长思维。固定思维的人过分关注自己的能力，而不关注能力的变化。考90分就是我能力的证明，你们看我牛叉不？考50分我就是个 loser， 破罐破摔。成长思维的人在意的是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自己的能力。考90分，那我还有一部分疏漏；考50分，看来我提升的空间很大，这是个绝好的机会。简单来说，固定思维就是只看到自己有什么，所以面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儿，第一反应往往是排斥，不会，来不了，关我鸟事儿。成长思维看到的是自己没有什么，所以唯一不变的就是要不断改变。我试试看，我可以学。5. 拖延，要做的事情都在拖延，想要的东西却想马上得到。拖延是每个人挥之不去的魔咒。武断一下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拖延症，只不过有轻有重。谁敢保证自己不拖延，请把不拖延打在公屏上。大学的时候，每次考试都制定了完美的复习计划，结果每次都是前一天晚上考验人体极限，爆肝到天亮。而有一种情况，我们往往不会去拖延，那就是想要某样东西，也就是我们想要的满足，往往不愿意延迟。还是上学那会儿，我想换一台手机，但是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就这么多，省吃俭用得攒半年钱，等是不可能等的，这辈子不可能等。当然咱也不可能去偷电瓶车啊，我就四处借钱，还骗爸妈说自己生病了，多要了几百块钱，终于2个星期就换了新手机。现在想想，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动力，要是用到学习上该多好。其实我们能看出来，二者的区别在于动力与阻力的博弈，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权重。在换手机这个事儿上，动力是远大于阻力的，使用新手机这种满足感的权重也高于省钱借钱的成本。但考试挂科就得重考啊，收益好像也很大，为什么我们还是拖延呢？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时间天线，是1984年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双曲线模型。我们的大脑处理长期信息时，会倾向于降低其权重，无论是收益还是成本，只要时间足够长，我们都会倾向于认为它不重要。所以离考试还有几个星期，它的权重就降低了。戒掉拖延症就要提高行动力，不需要一套复杂的系统，就从1分钟行动开始，没有任何压力，启动之后就会想要继续坚持下去。这是赛格尼克效应的正向利用。这5个底层思维，我觉得是影响个人成长的最大障碍。一旦有了这些思维定式，咱们就像被贴了标签，束了手脚，停滞不前。我个人之前也是深受其害而不自知，不过现在我知道，只要想改就能改变，这就是成长思维。只要跑起来就不会想停下，这就是不拖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